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徐宏庭议员、陈婉慧委员。好，那么美国跟日本今天召开峰会说要讨论经济安全保障，还有怎么样对应中国。所以呢，这个他们为了这三大支柱发表共同声明特别讲美日元首将表态反对大陆的海上活动而且要重申日美安保条约同时呢，这个钓鱼台也要适用日本安保条约。万一老公要说钓鱼台是我的美国要出来替日本这个说话那么另外呢，原来的蛮活跃的罗森伯格 AIT 的这个理事也是协会的理事主席呢，在 AIT 的网上突然已经变成前主席了2023到2025，那现在已经不是了说因为呢，川普上任以后呢，隔天就卸任。其实川普也不是对他政治任命的外交官，通通给我下台怎么你政治任命，我政治任命我要任命了那但是会任命什么人来不知道那美国有24个众议员推这个决议案但是这个没有法律效果，就是建议说把一中政策给废了，说这是不诚实的政策也是老美也没真的认真执行一中政策所以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策，说美台应该建交应该建交我也觉得说，我常常讲，我说老美对台湾好就恢复邦交制了。我讲半天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吗？24个众议员这样要求，但是看美国政府会怎么反应了那另外呢，卢比欧，就我觉得这是翻错了台湾的媒体都说卢比欧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台湾是 another democracy， 另外一个没有说 nation 没有说 democracy 的 nation 是 country， 他只说 another democracy， 他很聪明，就是他是一个民主什么呢？你去猜嘛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民主体制了，它的体制是民主。其实我可以这样讲，台湾是一个民主体制这什么他没讲那我们通通把它很高兴了democracy 后面这我们翻成民主国家，他没有讲是民主国家，没有我看原文跟我完全没有但是呢，我不知道哪个媒体翻了以后，其他媒体就跟进抄那而且当有一个媒体这样讲，其他媒体也不敢不这样讲那另外呢，川普说我去这个接管加萨不需要美金了，我就去了，多好你看那个加萨就在地中海旁边哇，我把它变成一个度假胜地现在多惨那么流离失所将近200万人，我把他们拿来以后就是度假胜地搞不好会变成川普度假胜地他们在佛罗里达有一个那个球场嘛而且他说我这样做是让加沙人民获得幸福的机会现在多悲哀多悲哀，将来都是幸福的然后幸福哪里呢？要把它放到索马利亚自治区会有多幸福？索马利亚什么国家？说呢，索马利亚有个自治区，把他们加沙人都放那个地方去这是他们未来的家然后老美把加沙走廊就变成一个度假胜地。联合国很反对美国有些州这个很多民众也反对州也反对那另外呢，美国自己去宣布说，将来美国的公务船过巴拿马运河就免费了。巴拿马赶快我们还没有这个结论呢，他怎么自己宣布呢好吧，反正他们就是霸王硬上钩了那而且呢，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色列也跟进，我也不参加。美国退出的理由是说，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常常对以色列不友善，我退出。那以色列说，美国都为我退出，我还在里面，我也退出，跟着退出了。我们看一下。川普收回成命，宣布延后30天实行关税令。加拿大与墨西哥承诺派遣1万名士兵，加强边境管控，阻挡毒品贩运，作为交换条件。杜鲁道还承诺任命1名芬太尼沙皇，以打击组织犯罪、芬太尼和洗钱犯罪。We haven't agreed on tariffs yet, and maybe we will, maybe we won'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美加墨贸易战暂时休兵，但经济学家警告，万一川普实施关税令，将使美国杂货、汽车到电子产品，所有商品价格飙升。加征10%关税的措施生效后，中国也立刻反击，叙述对包括煤炭、液化天然气、原油、农业机械和皮卡车在内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进行报复。中国同时限制用于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关键矿物出口。中国不甩川普的关税大刀，美中贸易战只怕越演越烈。
美国时间星期五，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期望能和川普建立起像前首相安倍晋三那样的私人关系。除了希望能获得川普政府在军事上的保证，也要避免日本出现在川普的关税报复雷达上。我们看一下地图哈，以色列在这里，约旦在它旁边。我上次到以色列从约旦进去的，然后呢，埃及在这里啊。那埃及的边界还放了当时7日战争的那个战机，表示不要忘国耻啊，不要忘以色列多坏，炸我们。然后呢，在这个加萨就在这里，就在地中海旁边，所以其实是很美丽的啊。所以川普说，哇，这个从房地产开发来讲太好了，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啊，怎么还让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呢？那要把他们把这200万人190万搬到索马利亚，索马利亚在这里，非洲上啊，搬到这个地方来。但是这些人。当然，现在他们说抵死不从了，说不愿意搬。老沈怎么看？我觉得说可以啦。川普上任以来，他着眼着力的地方大概分成几个区嘛，中南美洲或者是拉丁美洲，这些都听他的话的。表面上在愤怒，也其实是不得不听。那派个 Rubio 去，你们同样的那个拉丁裔的，一下子就收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战略价值的，包括运河啦、格陵兰啦，这些，川普其实志在必得，因为这是战略上需要，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很顺从。第三个就是墨西哥跟加拿大联邦，联邦它大概这关税都不敢真的下手，因为美国穷苦人民会遭殃，阿巴卡多跟番茄都贵了。那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老沈每天都关心那个阿巴卡多，对啊。那加拿大跟墨西哥就顺他人情，就说：“哎呀，我们派10万个，派1万个，派10万个去巡边界，让那个 fentanyl 跟那个非法移民不要越界。”那他也有了面子，所以关税就暂缓3个月。那再来呢，就欧盟现在暂缓，现在不处理。那所以呢，最后就回到我们东亚来了。那东亚，我觉得日本。目前为止，你加拿大、墨西哥不算的话，日本是美国最忠诚的友邦，最靠得住的。甚至日本常常玩一个角色，它好像一个大型的哈巴狗，大部分的时间不敢跟美国抬杠。那尤其石破茂这个家伙，我跟你讲，你觉得川普的眼中有石破茂吗？你看石破茂，你现在都是。下台又重来，票数也没有多少，这种人他最看不起。这个安倍还不错了，但是呢，我认为川普会给他足够的面子，因为美国没有日本不行，而且日本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没有日本就根本就没有第一岛链所以呢，他们去谈其他几条啊、几根支柱，其实都是就是讲究的了哈，就本重讲。那我觉得唯一重要的倒是他们2个国家我觉得石破茂不用我们拜托，也会向川普讲台湾的重要，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重要性对日本的感受比美国人深，就在旁边比美国人深。所以石破茂帮我们讲2句，比我们自己讲好得多，而且我们不敢讲所以石破茂想讲感谢了 ，OK 所以我认为这个。美日的互访跟联合公报，它的意义其实不大。讲到 Rosenberg， 我觉得到底 AIT 是不是正式的外交单位，也不是啊。你看，如果真的是外交那个外管，那你要任命一个新的使节，你一定要对方的国家的单位要同意嘛。Rosenberg 上来有没有我们同意？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所以 Rosenberg disappear 消失了，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因为比他的原因知道说，网络上看不到了。怎么你网络上你官方的那个公告上面，这个人没了所以这个是不是没礼貌？我觉得美国跟台湾的互动上面没有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啦，对不对？有什么礼貌？告诉你就好了。不，我们真的不需要处理。真的不要告诉你，不需要告诉你。我觉得连这个都不重要。
的确是这样了哈。那的确，刚刚大佬所讲的，其实我们反映在我们跟他们接待我们的层次，我真的必须要说，我们外交部特别是驻美单位是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哦。他们其实是突破了过去非常多不同的一个层级啊。刚刚讲 Rosenberg， 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 Rosenberg 已经是就是辞职，不过这是有点怪，因为通常是 AIT 的历任主席被辞职，通常 AIT 以前都是 AIT 新任的东西上任之后呢，他就自动就把它当作是钱。像目前是 AIT 理事主席还没有公布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当钱了。那中间的空窗期，当中间有他们一个安全顾问的这样的一个层级，那我们大概也都有多方面去一个了解啊。所以我必须要去说。通常我先从这个美国这个川普当选之后，这个美国记者都好兴奋，因为每天有报不完的一个新闻。光是跟这个时破彼此之间来说，他没有去访问之前，他就已经要在冲绳岛已经有决议要有至少5000位的这个陆战队跟海军，他们就是要做一个随时应对。第一岛链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反扑。5000名就已经进入到日本，所以说日本对美国好不好？当然好。当然，刚刚大佬所讲的完全没有错，而且 Rubio 说实在跟台湾来说的话，是我们最坚贞的盟友，我们也以为这一次很有机会碰到他，但不是因为没有办法碰面，而是因为他在就职前一天有太多 Trump 把他抓住，有太多事情。如果有的话，我想见面也不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因为本来就是非常的友好啊。那 Rubio 你看他第一个就是访问那个中南美，大家都会开始关心，就是说这个国务卿第一个访问的地方是哪里？很多人都说应该会是在东南亚。不过呢，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东南亚目前为止 ，Trump 还是维持 Biden 的一个基调，所以说呢，目前日本维持得住，然后韩国也没有特别太大的一个层面。然后呢 ，Rubio 当然就是先去把东南亚中南美洲给稳定住。那这整个的趋势呢，我们认为现在都还在观察的时间。为什么？举例来说嘛，你像到关税问题，我们被胁密。赖总统跟这个萧美琴副总统要求我们真的不断跟美国要求，就是避免双重课税这个问题。其实你问到众议院跟参议院，他们都是非常的支持，他们只是因为太多外面的事情进来，然后阻断了这个法案被通过的这个时程。否则，我可以大胆的去说啊，以目前来说 ，Trump 即使讨论到跟日本讨论到台湾的定位问题，但是他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应付。这个习近平他如何来反制美国的关税问题？以台湾的问题来说，目前应该还是维稳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虽然我们关系非常的好，但是赖总统也不能够完全就只是持续到美国，因为你知道，即使在跟他们对谈当中，他们对于 Trump 目前为止，他们都是 maintain status quo 维持现状，但是未来会有什么，没有人敢说得准。那主要是川普一个人决定的，他根本不听下面这些人了。对，因为下面这些人其实都晚辈后辈。这是他他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过老沈刚刚讲说，美国在亚洲其实就是日本了，美国的邦交其实就是日本。因为美国对台湾、对韩国，也就是保护日本。他知道日本非常重要，所以整个美国，你看他整个政策就是保护日本。但是从某个角，日本也是因祸得福嘛。本来觉得说二战以后，觉得怕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啊，再起来啊，所以不准他这个，不准他有军国主义，不准他有这个军队等等。省得他一大堆的这个国防经费啊，所以他可以全力去发展他的经济。美国当时派了5万个兵在日本了开始还不止了，后来的5万个兵常驻日本，所以帮日本这个负担了很多的国防经费嘛。那另外刚刚讲到川普每天一堆新闻，也是他们的策略的。他就说媒体每天只能关注1件新闻，所以你看媒体那个大新闻只有1件，我给你搞5件新闻，看你怎么关切。看你怎么办？你要骂我，你骂我哪一项啊？所以我就给你搞一堆，每天都一堆。那时候不是讲川普每天就是看电视，晚上看电视，哪个电视台骂他，他就立刻发个简讯出去，转移焦点。总统发 LINE 发简讯出去，那是很重要的新闻嘛。他就这样让媒体都没有办法来骂他，骂还是骂了，但是呢，他其实可以操纵媒体的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很厉害。好，那么强打疫苗了所以呢，公费流感疫苗1个礼拜内就用完了所以呢，卓荣泰说再买10万剂再买10万剂那另外呢，这个好吧，反正台北市这个本来有预定好的疫苗，现在就是他到家里去打的啦，因为以前疫苗很多嘛，最早的时候是什么老人才免费，后来50岁以上就免费，后来大家都免费，因为没有人要去打
那这个所以就政府鼓励啊。那现在突然大 S 的事情，大家又紧张了。台湾常常这样，一个名人的效应，搞得大家重视这个病，平常好像无所谓哈。那所以呢，本来要去在家里打的呢，就没有疫苗，所以他们就说没有疫苗。那简书培就说呢，你为什么说是中央把疫苗拿去了？然后后来呢，台北是北医啦，他现在台北是联合医院，他就秀说他们的谈话纪律跟这个人说道歉，但没有说中央把我疫苗拿去啊。我有什么事让中央拿去呢？所以其实并不是中央把他疫苗收回了啊，就给了台北市也没有收回啊。那另外呢，这个大 S 病逝当然就有一些侧翼了，是说都是因为国民党跟民主党去把疫苗预算砍掉了。国民党说哪有砍掉？乱讲一通啊！没有基金，因为他第一个今年买疫苗是去年的预算嘛，不是基金，不是公务预算，而且是去年预算。第二个是基金，第三个真的没钱，为什么今年还能加买10万剂呢？怎么可能呢？预算都不够，怎么会买10万剂呢？所以一码归一码，不实在。但是因为大家都利用这个事件，就有各种的谣言出来，我们看一下。要1点半开始吗？1点就哪一点？今晚因为新闻还没爆出来，大概紧张啊。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5号全国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约4.6万剂疫苗，经期3天公费疫苗就用掉15万剂，现阶段疫苗剩下大约4.3万剂，预计本周就会打完。目前仍是流感的高峰，所以我们同意卫福部再增购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中央紧急加购，因为看各县市，台北市截至5号下午6点，公费流感疫苗剩余200多剂，而高雄则在5号也全数施打完毕，各地疫苗先后用罄。不过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就爆料，有民众陈情联合医院称疫苗被中央调走，无法如期施打。他确实就告诉我，中央把疫苗取走了，所以没有疫苗。但是我问他，那什么时候会有？他说不知道，因为疫苗也都被中央拿走了。为什么你自己的疏失居然把责任推给中央？所以我觉得就不要再推卸责任了。同仁从未提及中央收回疫苗，院内同仁因内部管理以及沟通过程不够周延。未来呢，我们会持续的来改善相关的作业。联医秀出对话记录，澄清管理师从没说过疫苗被中央调走，后来也如期施打。通话内容双方各执一词。台北市政府是有缺失了，就是本来要答应到载，结果他忘了把那个疫苗留下来，所以就没有啊。不，但是呢，不是中央把疫苗调走了，反正就是他自己都可能台北市都打光了，已经没有了，可能变成这样哈。来，梁军怎么看？我觉得当然现在在这个名人过世的时候，以至于大家对于疫苗这件事，其实真的是这几天哦，确实施打率是大幅提升哦。那确实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在医师公会哦，也都有一直提醒民众说，这个流感哦，确实在这个重症以及在死亡率上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射疫苗。那当然这一次因为这个大 S 的事件，导致说民众现在一窝蜂的来去施打疫苗，但是我们看到说现在呢，当然这个蓝白就会讲说啊没有啊，现在预算没有删，对，但是你必须要看哦，现在我们接下来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宣布说要再增购10万剂的疫苗哈，因应接下来国人的这个需要。但是我们看到说，确实在疾管署的预算里面呢，有包含媒体政策的这些宣导费统删60%。那大家知道说，我们上一次去年这个施打率不高的状况底下，其实也有很多人开始在检讨说，是不是宣导的不够，是不是呢这个民众没有接收到说，哪边可以来进行施打，以及说哪些优先的族群来进行施打，这样子的宣导是不是不足？那但是你看到说，现在在一些预算里面，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业务宣导跟推广费来去被删除，那是不是大家就会担心说，那接下来这些如果有不管是流感或是假设有新的流行疾病，我们要进行宣导的话，会不会也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氛围之下，民众的担忧这也是情有可原啦。但是我觉得这边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大家现在都一直在询问说，到底哪里可以打疫苗？我的服务处也接到很多民众的询问，但是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优先啦哈，我们让长者，很多65岁以上的这些长者，以及你的高风险族群，就是你有慢性病或者是家中有小朋友，这些人可以优先施打。那一般的
民众哦，其实台北市医师公会也不断呼吁大家说，其实相较于过去我们在 COVID-19 的这些防疫里面，戴口罩、勤洗手，其实就可以有一定的保护力了哈。那大家现在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到底台北市政府联医的疫苗到底到哪里去哦？我认为其实这可以点出一个问题啦，就是联医里面的疫苗调度，然后以及疫苗管理其实是有问题的，才会造成说跟民众的沟通之间会有一点点落差跟误会。我想这是在联医接下来也必须要精进的。我以前几乎每年都有打港美疫苗，但我今年也没打。没打的理由是因为之前那个 COVID-19 打了3、4剂哦，大家对那个打疫苗已经有一点情绪上有一点反感，老是打到底打多少？所以今年的疫苗打的很少，跟这个也有原因了。来，洪迪，其实赵大哥讲到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整个来看，你说联医它有疫苗调度的问题吗？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在过年之前，其实流感在台北市有非常大的一波。那时候包括我们民意代表出去，我们也是一天到晚宣导说，拜托大家这个流感这波很严重啊，遇到这个要记得去做公费流感疫苗的这个部分。可是接种率一直上不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接种率会上来的最大原因就是一个事件导向，就是 event driven。那大 S 的事情大家很难过，可是因为大 S 的事情触发了大家赶快去接种疫苗这件事。所以联医之前在过年前的时候，联医是剩了一大堆疫苗，没有人要打。你跑各里的公费流感，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年接种率确实掉下来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联医可能觉得就是说啊，那今年看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赶快趁这疫苗还没有到期的时候，我们赶快把它分给更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所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调度。所以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就是我们应该用整个事件跟时间序列来分析这件事情。今天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意外的时候，其实整个疫苗的接种率是上不来的。所以你回去再看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在这边它的宣导还是要做一个清楚啦。因为我们当初在讲就是说希望大家接种流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新闻，什么某某厂牌的疫苗有些状况，某某厂牌的什么疫苗的蛋白有一些问题啊，什么这些声音也一并的这样传出来。那政府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跟大家讲，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我在 COVID 跟我在流感的这个决策上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那我觉得适当的宣导还是要。那这一次你去说，就是说好，现在因为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大家强打疫苗，你看之前公费的大家都不打，现在拼命的自费想要花钱去打，那这完全是一个事件引发的情绪反应。那这个里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政府还是要跟民众讲清楚，就是说流感是一个很成熟的疫苗，它的制程相关的这些部分都已经没有像 COVID 这样子这么的不稳定。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每一年固定施打的族群，哪一些对象，那分成 priority， 哪一些优先顺序，这些我们都赶快把它分出来啊。为什么大家不要打公费疫苗？知道吗？因为大家不要打高端，他买了一堆高端的，很多人到那些公家卫生所，说我只有高端，我没有别的，那分配就高端了，那高端我不要打嘛，可以吗？没错，对不对？很多人就不打了，就是你政府你要民之所好之嘛，对，你不能硬逼大家说这个医院啊，公立医院、公立这个卫生所非要让你打高端不可，他有的是用轮流的，但是轮流其他的都挑走了，那就剩下这东西嘛，那怎么办呢？老师，你怎么看打疫苗？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大 S 的事情啊，大家对这个流感的态度跟这个对疫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流感其实得到的人很多啊，死的人也不少啊。大家有没有像当年就是 COVID-19 的时候，每天中午陈时中要出来开记者会，然后死了几个人就要画图，对不对？以今天我们流感死亡的数目，每天都要画图，而且那个捷运里面每个人都要挂口罩。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对 COVID-19 超过了，我们对这个流感的态度太不足了。不过这个流感的历史是很久很久，好几百年都有了。我小时候你得到流感，那个时候我们不流行去看诊所，因为诊所很少，都是医生到你家来看。你发烧啊，就很辛苦。那你对，翁进啊，王诊那个叫王诊，去的王来来往往的王诊。那你妈看了医生说啊，先生啊，阮这囡仔得啥病？流口性感冒。流行感冒。对，流行性感冒，流口性感冒有没有听到说谁死掉？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死的数目没有我们多，没有现在多。为什么？老人家少嘛，老人家就60岁以上的腾腾走了，所以这个死亡率高的人
就没有那么多吧。所以呢，我觉得公卫专家，现在公卫专家怎么都没讲话？我觉得公卫讲话，你要把流感跟 COVID-19 比一比看，到底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那我们政府有什么样的责任给老百姓知道多少？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好奇怪啊！以前太严格了，现在太宽松了，对不对？如何拿捏啊？我当然主要是 COVID-19 是突然来的啦，那就是哇，大家很震撼。流感是每年都有嘛，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比较习惯了啦。休息一下再回来。